继续打！哎呦，出拳！好，我实在是不想打中国人了，真不是我吹牛，我一拳就能打死一个中国人。看着他们的狗血崩到我的身上，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恶心。2米高的英国巨人拳王被中国大力士全场暴打，连续4次击倒在地，险些被当场打死。这个黑人选手非常的嚣张，在赛前的发布会现场，竟然对着媒体镜头比划出抹杀的动作。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他，更是凭借着强壮的肌肉和极具破坏性的低扫，横扫了整个欧洲拳坛，所以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赛前更是对着媒体镜头嚣张狂言。中国人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帮矮小的侏儒。这么说吧，我一根小拇指都能秒杀中国人。嚣张的态度彻底点燃了中方选手的怒火。来自于中国的天山巨炮阿斯哈提首当其冲，向他发起了挑战。他是中国重磅级拳坛的大哥，连张志磊都对他的重拳赞不绝口。18战绩28场比赛当中，有20场是 KO 对手，是当之无愧的 KO 男神。曾经在擂台上把韩国选手的脑袋打出鹅蛋大的血包，干趴在地，还把日本光头加诺南重拳打断手臂，看呆全场老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英大战。好，我们看首先登场的这个大老黑没有错啊，来自于英国的巨人拳王丹尼尔·萨姆，身高2.23米啊，这个身高的确是非常的恐怖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人送外号天山巨炮的阿斯哈提。好，那人送外号天山巨炮，为什么啊？因为他来自于新疆，而且他的重拳啊 KO 率相当之高了，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啊，有着80%以上的一个 KO 率。曾经更是一拳把日本选手加诺南的这个手臂啊一拳打断。可以说那场比赛把全场的老外都给看呆了啊！因为阿斯哈提，没有人想到他的拳会这么重啊，把一个拳男小钢炮打断了手臂。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了，对方的英国拳王在身高上的确是有优势啊，这个家伙长得很高。赛前对方的这个人高马大的英国选手呢也非常的猖獗啊，他表示说呢，这个自己是参天大树，我们中方选手在他的面前都是小侏儒。他跪下来都能吊打中国选手，哇！观众朋友们，他说他跪下来都能打我们啊！好，比赛开始了，对方的确长得非常的粗犷。好，我们仔细看一下，红方选手阿斯哈提，蓝方选手这个大老黑就是丹尼尔·萨姆。好，对方还好是萨姆啊，并不是什么萨达姆。那当然，他们都是挺恐怖的啊，都是恐怖分子。是的，而且肌肉类型看起来非常不错啊。哦，漂亮，很快前手刺拳。对，阿斯哈提这个拳击功底啊，从这一拳当中啊，你看，变化哟，哎呦，高扫对手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条件、身形决定了控制范围。你看，对，腿啊，控制距离啊，对，控制距离非常大。近些年这个这种超重量级的选手的这个他们的技术动作啊频率啊，就是我感觉是越来越协调越快。是的。这就是一些大级别运动员随着竞技技术的发展啊，对自己身体的调节以及某些训练的加强。是的。过去呢，我们看到大级别运动员更多只是力量，而现在一看，像王老师所讲，其实不仅是力量本身了，技术呀以及协调性都有。对，他们的训练体系更完善一些。对。我们看这个萨姆这个腿法的控制还是不错啊。是的，一直没有和阿斯哈提打中近距离，还是拿这个腿法在控制。你看，低扫。好，比赛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对方的这个萨姆啊，他的腿法很厉害，而且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他凭借着腿法呢是 KO 了非常多的选手，而且是横扫了欧洲拳坛啊。所以说本场比赛阿斯哈提千万要小心，要注意啊，因为是8人赛啊。如果晋级的话，还要再打下一轮。对，你的支撑腿要注意。哎呦，这个是一个读秒啊，不是读秒，是失去重心。阿斯哈提发力了。突然之间，阿斯哈提就开始发力啊。在去年的晋级赛里面，阿斯哈提是被去年的冠军伊拉基一个高扫啊，对，重击，非常意外啊，这高扫是。
今年要注意啊。这丹尼尔·萨姆啊，还是要把距离控制住啊，不要轻易让阿斯哈提进去，他这个拳法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现在看这个萨姆打这拳啊，相对来说还是中远的拳，一进去之后，你看进去之后他没有换拳的能力。这个丹尼尔·萨姆这个面部对拳的反应稍微有点过激啊。对，你看啊，对，爆头，没有换拳能力，你看，对，腿法控制不错，但一到中近的时候过于紧张了。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不愧是天山巨炮。那么阿斯哈提在第一回合用自己的重拳呢，把这个萨姆啊打的确实是很惨，对方也是被一拳打飞，但是很可惜啊，没有 KO 啊，也说明对方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的确也很强了。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那么阿斯哈提呢，实际上是一个慢节奏型的选手啊，他的出拳次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拳呢都很重啊，都是重达千斤。我相信拳王泰森啊都不敢说他的拳比阿斯哈提重。好，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精彩表现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支持中方选手，你也支持阿斯哈提啊，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好，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的表现。比较小心啊，对方的这个腿法的进攻频率还是很频繁。双方就是一个拳法高手啊，对战一个腿法高手。我们可以看这个阿斯哈提几乎是能不出腿啊，尽量就不出了，把这个大部分的体能还是留到拳法上。漂亮，刺拳打准进去。哎呦，这个丹尼尔·萨姆这样不对呀、对，怎么打拳的时候只能是、你看这样就危险了。对，你看，他只能打单个1个到2个的这种迎击或者反击动作，再多他就只顾爆头了。是，所以对于阿斯哈提来说，你要控制这个节奏，打进去以后怎么在他防守的时候把他这个防守打散掉。对，他就是所谓的这个你来我往。你看他没有这个你来拳法上没有你来我往的能力，他只有在第一下，不管是腿也好，还是1个拳到2个拳也好，只有那一下。对，打准阿斯哈提。哎呦，这拳打透了。哦呦，观众朋友们，什么情况？我们看这个萨姆整个人已经有点蒙圈了，因为这个没有想到又被打倒一次。这个大级别的比赛啊，重磅级的比赛，看着的确是过瘾。好，我们看漂亮，又是个迎击，阿斯哈提想要一鼓作气拿下对手，但是要小心，一定要提防对方啊，也有可能要反击。像大重量级别这种选手，他的这个重击能力呢是很强的啊，不一定。非得说打到下巴上才能击倒。你像阿斯哈提啊，可以说是打到对方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会打翻对方。哎呦，这个打的就是头的侧部。对，而且其实刚刚这一拳并没有完全用自己拳锋最有杀伤力的位置打中啊。对，就能够，这就是大级别的魅力。7、8。我看看啊。第2局里面已经2次了，到这一拳，哎呦，现在直接结束了，结束了，啊！好，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精彩。本场比赛仅用时2回合的时间啊，2回合不到的时间，阿斯哈提呢连续4次击倒对方，被裁判终止了对局。那比赛规则很简单，如果你在一个回合呢把对手击倒3次，那么这个比赛会直接判负。啊，本场比赛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而且阿斯哈提本场比赛不仅仅代表自己，也是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实力啊，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老黑狠狠的暴打了一通。那么恭喜阿斯哈提呢，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观众朋友们不见不散。裁定比赛结果，红方选手在第2回合2分09秒 TKO 获胜 ，and winner the red corner 1 by technical knockout。我会好好努力训练，争取让世界看到中国力量。想跑门儿都没有。时隔6年，巴西女拳王带着18连胜来找张伟丽复仇，结果惨被暴打整整15分钟，险些当场身亡擂台。巴西女拳王艾琳距离上一次被张伟丽击败已经过去整整6年，当年被张伟丽暴打3个回合，险些饮恨西北。颜面扫地的她并没有被打垮，相反，她却蛰伏6年，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只为有朝一日能来找张伟丽复仇，更是一口气拿下18连胜，成为无可争议的巴西女拳王。万事俱备的她，在媒体面前更是向张伟丽放下了狠话：张伟丽，6年前我输给了你，但是这一次绝对不会了，我会一拳一拳打烂你的脸，让你知道巴西魔女的厉害。张伟丽面对她的挑衅，在媒体面前也罕见的发表了回应：他非常非常难打，非常难打，就是打不倒的感觉。所以我这次希望他更顽强一点吧。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复仇大战。没有错，中国女拳王张伟丽大战巴西魔女艾琳·塞蒂奥梅耶尔。好，比赛开始了。我们仔细看一下，红方选手一身黑色的战袍，她便是张伟丽。那么蓝方选手啊，穿着个粉色小背心儿，这个都已经快40岁了啊，还装嫩。她就是艾琳。主要是这个外国女人啊，很显老。还没到40岁啊，长得好像是60多岁，这个皮肤很松垮，整个人看起来也非常的老了，不像我们中国的美女们啊，60岁了那也是美女。好，看一下，哎，连续顶膝很漂亮。好，张伟丽连拳带腿，好，小心，哎呦，我看差点把对方的这个粉色的小肚兜啊，这个小胸衣啊给踢飞。张伟丽小心一点，如果打飞了啊，这个比赛就不太好看了。好，这一次艾琳学聪明了啊，不再和张伟丽去拼拳，而选择打贴身的缠抱。6年前，她在站立的拳法上输给了张伟丽，所以说这6年，据说她呢这个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晚，每天啊就练习摔跤和柔术。哦，她的劲儿很大，我们看她把擂台上的这个布啊都给踩变形了。而且这个艾琳的劲儿，哎呦，的确很大呀！哦，她是能把张伟丽给这个举起来。哦，要小心。这个艾琳呢是想把比赛拖入到地面，但是我们看，哎呦，哦呦，呵呵，这个对方全是蛮力，他光是把张伟丽举起来了，但是他不把张伟丽摔下去，这个那这样一来也是白费了力气啊，没有任何作用。对手之间有过一次交锋啊，也是对手了。我们看回到站立之后呢，张伟丽是如鱼得水啊，可以说是可以肆意的去压制对手。这个艾琳也是不敢反击，他的拳腿质量啊非常的低。但实际上他的硬件不错，他的静态天赋是很好的啊，胳膊和大腿都很长。包括你像他的这个胸前啊，也是比张伟丽多了这个2两肌肉。做一个搭配，对，还有顶膝，哎，很准，顶膝顶的，继续，做好控制，顶膝，哎，这顶膝好，肘，哎，哦呦，张伟丽用这个肘尖啊，哦，顶着对方的这个脸，哦呦，很厉害。那张伟丽的肘其实很厉害的啊，肘锋如刀。当年也是把这个日本女拳王藤野惠宪啊砸烂了额骨，让韩国的国宝级女拳王啊也是打得当场毁容啊，都是用的肘击。可以用不传统武艺寸劲的发力手法。像刚刚张伟丽那个手法，其实紧贴着对手的面部啊，几乎就是空间没有，但是他有发力。好，我们看进入到地面了，但是我感觉对方啊应该是压制不住张伟丽。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分析这个格洛夫金的这个重拳，其实就是就短距离发力。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后的30秒钟了，这个艾琳还是很执着。张伟丽的这个底盘啊，真的是很稳。张伟丽是练习过一段时间的传统武术啊，据说他每天呢要扎1个多小时的马步，所以说底盘还是很稳的。但是我更多的是感觉这个艾琳啊都是蛮力，他只有劲儿，但是没有技巧。你看，这个放不倒张伟丽啊，所有的力气都白扯啊，全部都白用了。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啊？如果你也支持张伟丽，如果你也觉得精彩，对着屏幕咱怼过啊，点上1点。好，第一回合对方的艾琳呢是简单粗暴啊，用了一个贴身的战术来限制张伟丽的重拳和重腿，但是效果呢并不是很理想啊，限制倒是限制住了，但是呢他也不进攻啊，所以说整体第一回合看下来的话，张伟丽的有效点数啊分数应该会更高。我们一直在打拳啊，一直在找机会。好，你看，哎呦，他真的是很抗揍哈。好，你看这个后手拳已经打晃了，但是不倒。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双方从战力上来说啊，张伟丽绝对是优势啊，因为我们呢有过拳击、泰拳，还有散打的功底。反观对方啊，就显得弱一些了啊。对方主要是抗揍啊，抗打。这么抗揍，我觉得给这个一龙啊，就当媳妇儿正好啊。这2口都抗揍。现在我觉得张伟丽应该或许是下次去尝试打站立比赛了。现在张伟丽站立感觉是不错，对，但节奏还是 MMA 的节奏，是整个的在技术上、技术的丰富度上，站立的漂亮，连续啊拳腿的组合不错，毕竟赛事的主体规则还是打拳。哎，这一下怎么回事？刚才那一脚好像搂在膝盖上了，这下站不稳。是的，踢在膝关节的这个十字韧带上。好，我们看这一回合，张伟丽在站立上依旧是非常的强势啊，势如破竹。杀，哎呦，由于杀对方内围之后，你看这个杂肘，打的这个艾琳没办法。而反观这个艾琳的，她的技术啊，包括内围打击啊，都很粗糙。而且现在我们看啊，对方的发型啊已经被打散了，和6年前很像啊。好的，拿背，这是个好机会，但是对方太高了，有点爬不上去。哎呦，我们看对方的右眼角啊，这个是左眼角啊，已经是打出了口子，流出血了。肘还是打肘，对，整齐配合呀。这时候有这种侧踹的距离，哎，砸的距离了。刚这一下，看着这种太强的感觉。对，好，对方又来了。啊，这个艾琳估计也很清楚啊，和张伟丽打这种站立上的拳腿功法，那就属于死路一条。哈哈，所以说还是选择打贴身的对局，啊，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而且据张伟丽赛前所说呢，这个艾琳啊非常抗打啊，打不倒。啊，6年前就是这样，张伟丽当时呢和他打满了3个回合。啊，这一次不知道还会不会打满了。僵持时间太长啊，对，没有站立开始，双方都没有太多实际的这种效果。哇，太漂亮了，这是一记后手，膝上头，哎。再次抱腿，只能到这种动作呢，才能缓解这个张伟丽这种进攻节奏。对，他也知道在这种正面的对抗上是自己是做加分的。对。而且张力防摔不错，第一局到现在张伟丽没有考虑，应该没有过多的考虑去主动进到地面。
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张伟丽的话要小心，对方的胸口很难受啊。哦，这个真的是感觉要爆开了啊，真的是要爆开了。好的，连续顶膝打对方的大腿。最好打，对，打对方大腿内侧啊，让对方的站不稳。我们看这个艾琳呢，已经是有点摇摇欲坠了，但是这个意志力啊还是很顽强，哈哈，还是不倒。当然，我看他表情就很痛苦了，包括你像发型啊，加上头部的这个伤口啊，我整个人看起来很狼狈。像吸上头啊，对，他在尝试从外侧，对，高位的吸法，漂亮。到中间也好，还是正面对抗也好，根本找不到太好的办法。对。双方长时间僵持没有动作，这样把裁判把他们分开，回到中间。哎，艾琳对于张伟丽这种战力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已经结束了，打的的确是太狠了啊！张伟丽这一次呢，和6年前差不多啊。6年前是怎么揍他的，那么6年后啊还是怎么揍他。这6年期间啊，对方是拿到了18连胜。哎，什么情况？这个怎么还扇了一个嘴巴子？这个行为我们不提倡啊，这个是家暴倾向。但是有可能她的老公啊，看她这个头脑不是很清晰啊，扇个嘴巴子让她清醒一下。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啊，这个行为，在我们看起来的确有点家暴倾向啊，有点暴力倾向了。这2局里，艾琳来了很多的拳和肘啊。对。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最后一回合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那么前面打了整整是2个回合了啊，张伟丽优势很明显。好漂亮，哎，打得很准啊。对方又来了，这主要是没办法啊，战力上打不过，思路很清晰啊，再一次凭借贴身的缠抱来消磨一下时间。这林这么做的话，其实进入不到地面，也只能是白白的耗费自己体力，是最多就是平安度过3局，对，最多了。他们2个在第一次碰面的比赛的时候啊，还要更激烈一些，2个人就是纯粹从头打到尾啊，战力。这个如果说双方没有 TKO、KO 或者是降服的话，就这样对方最后有显著。实际上，这个艾琳已经输了。对，2个回合他的劣势是比较明显的。对，就算这个回合他扳回来。好，现场裁判终于出手了，因为看到这个艾琳的打法呢，实在是太过于无赖了，受不了啊！裁判也看不下去了。肘尖儿，好的，肘击，又来这一套，张伟丽转身拿背，这个速度很快。这个有，站立裸脚，好贵啊！没有变了，这个手没有完全进去，而且现在张伟丽靠着龙边也不太好，对，不好发力。张伟丽这也真快啊！对方的手穿进来了。因为第1局里也有一个相似的动作，但是张伟丽没做成。对。好，我们看这个艾琳还，这个还白了裁判一眼，为什么啊？因为现场裁判呢是把他叫起来啊，要打站立了。这个艾琳看起来是气儿不顺啊，有点不服啊，因为来到站立之后啊，他这个定位很准确啊，就是一个沙包。就只有挨揍的份儿。好，我们看张伟丽的每一次进攻啊，很清晰啊，很有劲儿啊，穿透力很强。他防不住，拼又拼不过，防又防不住。漂亮！一拳前手拳、前手刺拳加后手的横肘。艾琳这个脸上开口啊，至少2个口。对，围攻一个围擒正好他愿意，他。在战力的方面，真的是有一点点这种打成太强的感觉了。是。
啊，又是一招。艾迪现在做的这种有点消极啊，对，有点消极。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裸放了。对，这有点像很少出有效动作。对。其实，在战略上确实是吃了很大的亏。作为职业选手，他好，距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感觉看情况，这个想要 KO 啊，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而对方还是很执着。6年前是被暴打了9分钟啊，因为当时是每一回合3分钟，3个回合加一块9分钟啊，这一次不同了，哈哈，被暴打了15分钟。的确是有成长，的确是有长进了。张伟丽很需要这种抗揍的对手啊。张一来的话，首先啊，我们能锻炼自己的实战能力，再一个啊，能多打一会儿啊。对方很抗揍，这场比赛对张伟来讲也是稳赚不赔。啊，连续顶击，可以尝试高位了。但其实呢，你说艾琳又能怎么办呢？对，没有太多的办法。他也没有太多的，他确实是拽不了张伟丽。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也算是技战术的一种嘛。对。但这种肘呢，这种正面的肘啊，其实这种短距离的肘很难打 KO 的。对，它更多还是划黑口子和打重击造成伤害。对，你这种肘法打击，转身肘是有可能 KO。对，腾空起来有大动作的这种肘也有可能打 KO，但是近距离的。就是开口的，对，包括刚刚张伟丽前手刺拳加后手的横手，这种距离稍微拉开一点的，是有可能 KO 的。对。最后10秒钟，艾琳也拿到了一个圈精啊，但是应该是已经没。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啊，长达15分钟的一场大战。15分钟，张伟丽暴打了对手，我感觉至少得有14分钟啊，可以说全程在暴打对手。所以这场比赛时隔6年的复仇大战终于结束了，张伟丽给了对方机会，但是对方啊不太中用啊，的确是不太行。好，看张伟丽的确很兴奋啊，因为这一次呢也是打得很痛快啊，酣畅淋漓。好，最终的判罚来看一下，没有错啊，恭喜张伟丽获得了比赛胜利，毫无悬念，无可争议。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啊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